Yo, what's up？ 欢迎回到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今天要带你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非常漂亮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马六甲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比较靠海啦，沿海。所以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到的地方呢，就是一个海边。可是这个不是外海啦，这个是比较里面一点点的地方。然后那边可以看到有很多作业工作，作业工作车款首选当然就是 4x4 pickup truck 啊。我们不要讲那种什么神手尼基啦，要在路上可以走的，就是 4x4 pickup truck 了。那 4x4 pickup truck 有一款车我自己情有独钟，就是 Isuzu 的 D-Max。那这一台 Isuzu 的 D-Max 呢，今天迎来了一个小改款啊。这个小改款不是跟你换一个灯啊，换一点颜色啊，就跟你讲小改款。这一次的升级真的很够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台 Isuzu D-Max 的车头灯啊。之前还没有小改款的那一个车头灯呢，我个人已经很喜欢了。可是换上了这个车头灯过后啊，我觉得它变得更加的 sharp， 更加的凶。这个地方用了一个尖尖的三角形做收尾啊。之前的 Daylight 呢，大家还记得吗？是一个下圆式的。这一次的 Daylight 呢，他们把它排到上面来了，让它有一个眉毛这样炯炯有神啊。这一次的这个车头灯里面也是搭载了一个 Projector LED headlamp。我个人觉得这个车头灯 design 换上了这一次新装过后，更加凶悍，更加帅气了啦。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这个 Front Grille 啊，沿用了之前的那个虎牙设计啊。之前的 Front Grille 呢，我们可以看到有那个老虎的牙齿这样子，上下都有。这一次也是沿用了，左右都有。然后是一个黑色的这种漆面哦，它不是黑的，它是一个很深的灰，所以看起来它的整个 finishing 啊就更加的锐利，更加的帅气。然后在下方这边呢，又是一个 dark chrome， 不是那种普通的 chrome 啊，它是 dark chrome 暗黑色的，所以就有那种暗黑系的感觉，恶魔系的感觉，哇，真的很凶，这个车头太帅了。当然前面我们可以看到 Isuzu 一字排开的 logo， 下面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颗镜头是用来实现它的360功能。这一次的360功能是一个大跃进啊，等一下我们就上车看一下这个360变成怎么样啦。然后在前面的 lower grille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往外凸的三角形哦，就有那个好像导风效果 diffuser 这样，也是很帅。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哦，它的车身侧面做了什么变化。其实整个车身还是一模一样的啊，它不是一个大改款嘛，所以整个车身还是同样的 chassis 啊。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wheel arch 的 design 换掉了，我们还可以看到啊，这个 side step 也是被保留下来。在后面这边可以看到一个 X-Terrain， 这个是一个 X-Terrain 版本 ，X-Terrain 版本还有一个4x4 differential lock 的这个 sticker。这一台车是一个比较硬核型的越野pickup truck， 因为它有这个 differential lock 啊，它可以把后面的这个差速器锁起来。然后我们在媒体预览的时候呢，也有看到这一台车做了一个3轮打滑的一个测试啊。如果是说普通的 two-wheel drive 的车，或者是一些街用的，就是家庭式的那些 SUV， 即使它是 all-wheel drive 都没有那么容易挣脱啊。如果是 two-wheel drive 根本挣脱不到啦。可是这一台 X-Terrain 版本的小改款 D-Max 呢，轻轻松松就可以跨过那个障碍，这一点真的太强了。车尾灯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也是有做了一些变化，在它的形状方面还是保留，可是里面它的用料还有它的整个排列方式已经换成了更加凶悍的一个 design。而这个尾箱盖子呢，打开的时候它是会慢慢缓降下来，这一点 very good job， 不然你的小孩子经过就很危险了。你一开你忘记你一放手，拜拜，没有声音。那么买 pickup truck 最主要的用途，我觉得就是这个后斗了。这个后斗呢，比起我之前的那一台 pickup truck 啊，它的位置我觉得是来得更加的宽敞，更加的大。这一台 D-Max 呢，它的这个位置是很明显的收小它了，整个空间呢就更好的让你利用起来了。你可以在后面加一个 roller shutter 的尾盖啊，那些东西在 Isuzu 的官网都可以看得到哦。那一些工业用途的朋友啊，或者是一些时常有出门可能 camping 啊，还是你们喜欢去像我这样子比较越野一点的人啊，这种车你在后斗你就可以放很多东西带出门啊，它的实用性真的是比一般的那种都市 SUV 还是那些街用车来的更加强悍。最主要的就是它的 off-road 性能真的太强了。那现在我们就上车看一下它的 interior 做了什么样的 upgrade， 我们再带大家体验一下 off-road 是什么样的 feeling 啊。 Let's go， 打开这辆车的车门，它的这个开口，我觉得还算是可以的，就比较适合老人家上下车。讲到老人家上下车，很多这种 4x4 pickup truck 啊，上车的时候呢是比较困难的。为什么？因为高嘛。可是这一台车，它在这个 A 柱的位置给了你一个扶手，所以看到吗？
腰力不好的人啊，扶一扶，踩一下 side step， 你就轻松的进来这辆车了。这一台车它是搭载 push start button， 按一下就会自动启动了。当然进来这辆车呢，也是不需要掏出锁匙按解锁的，你只需要靠近这辆车拉一拉门把手就可以进来了。这一次还有什么样的提升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meter 呢变得更加的好看，更加帅气了啦。Dashboard 上面还是保留了那个我非常喜欢的软材质，而且它的颜色是那个 dark brown 啊，比起一般我们看到那种黑黑啊、乌漆嘛黑很显了，看到这个看起来就更加有特色啊，又不失高贵的一个氛围感。讲到氛围感，这辆车呢是有氛围灯的，Pickup Truck 有氛围灯呢 ，Hello， 我的 Type R 都没有氛围灯啊。然后这辆 Pickup Truck 的氛围灯呢也是可以做到颜色切换的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一大重点就是中间的这个中控屏幕已经换掉了，变得更加的巨大，而且还是有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这一台车上它的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使用起来就是好像你的智能手机这样子，很简单用。这个无线的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呢，整体表现我用起来手感是很好的。然后它的冷气操控界面啊，这些我全部都很喜欢，看到吗？它是一个好像钢琴似的这样点点点啊，往上抬或者往下点就可以增加或者减少它的风量。冷气双区恒温空调，左右两边可以各自调整自己喜欢的温度啊，这个真的 very good job。然后还可以看到有这个2H、4H 还有4L， 这个就是2H 我们公路使用的啦。4H 呢就是一些越野路段啊，好像现在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用上这个 4H。4 low 方面就是一些极限越野啊才会打开来，或者一些要脱困的情况下。刚刚我们有讲到 Rear Differential Lock 啊，在这里有一颗电子式的按钮，按下去就可以打开啊，你不需要下车去转什么 lever 啊，还是转什么 screw 啊。以前的 4x4 是这样啊，现在一切电子化，真的 very good job。讲到电子化 ，4x4 Pickup Truck 啊，不是 SUV 的，都有这个电动调节的椅子啊，这一点我真的很喜欢啊。当然，这辆车还有很多细节跟优点都是保留了小改款之前的，就好像这些置杯架啊，我个人非常喜欢，左右各有一个。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有超级无敌多的这个可以置放东西的这些格子啊，超多哎！如果你们是做生意的话，你可以放很多你的 file 啊、invoice 啊、quotation 啊，通通可以丢在这边里面，非常的好，还可以藏一点私房钱啊。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辆车的椅子是皮革的椅子，所以如果你是工地上班，你的椅子啊会很容易弄脏嘛，对不对？皮革的就很容易打理。平时晚上出门自己要去走街，驾这辆车，皮革的椅子也更显得高贵啊，大是。OK， 这个应该就是每一辆 4x4 Pickup Truck 的最大缺点了。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 4x4 Pickup Truck 的后座。4x4 Pickup Truck 没有办法嘞，它的这个 Double Cab 的 design 啊，就是只有那么小的空间，所以后座一般上都没有那么舒服。但是啊，我要讲的是这一辆 Isuzu D-Max 它的后座啦，我现在这样子坐起来，我觉得还算是 OK 的，不会特别的辛苦。有些真的是直到你好像要这样子啊，可是这个还好，你可以坐斜一点点。它的椅背倾斜角度虽然讲不是真的很斜很舒服，但是以一辆 4x4 Pickup Truck 来讲的话，绝对是合格的。然后我们还可以在后座的这个前方椅子的位置看到有一个 Daily Hook 啊，这个 Daily Hook 呢是可以承受高达4 kg 的这个重量，所以你打包饭啊都可以挂在这边。我们来体验一下这辆车的 Off-road 轻度的 Off-road 啦，你叫我加重度的 Off-road， 马六甲哪里有？下次我们去 JB， 所以你要继续关注我的频道，小铃铛要嘟下去，要跟它订阅。我们接下来跟Isuzu借这辆车回去Johor Bahru，现在就带大家来转一下这个非常漂亮的马六甲海边的这个小小沙滩啦 ，Let's go。OK， 现在就是要来体验这个走沙地路啊。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啊，可能你们会觉得走沙地没有挑战的，懂吗？其实走沙地啊才是有挑战，因为沙地哦就没有 traction， 没有 traction 对一台 4x4 来讲啊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嘞，所以轮胎当然要好，除了轮胎要好，它的整个传动系统也要很好。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这台车，它有一个传动方式，就是 Rear Differential Lock， 可以把后面的差速器锁死。这台车它还新增了一个叫做 Rough Terrain， 当你启动了这个功能过后呢，你的车的4个轮子它会更加智能的分配它的那个抓地力，让这辆车有更好的抓地表现，让你脱困啊。当然这种平平的沙地，这辆车是完全没有问题啊。盖一只眼睛啊，这样我们就进来草堆了啦。哈哈，哇，够力啊！完全没有问题啊，这辆车不是路啊，路全部都可以变成路啊，看到吗？
这种草地啊、沙石啊，完全没有问题。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一个沙地，来做一个掉头，油门大一点。Traction Control 会帮我开油。太爽了，太好玩了这辆车。所以你看，这种是都市型的 SUV 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啦。那如果是两轮驱动的车，更加不用想做这些事情。这辆车真的这些功能让我体验到很爽，就对啊。你看，就这样加进来，完全看不到前面是什么东西，可是我也不怕，完全就是不怕，很有信心。OK， 我关掉它的 Traction Control 了。我现在要做的东西呢，就是我要在这种沙石地关掉 Traction Control， 然后一脚油门下，然后再摆 Steering， 看是什么样的感觉。这种 Light Off-Road 沙石地 Approve。接下来有机会我们就把这辆车加进更加严峻的 Off-Road 来体验一下，看是什么样的 feeling。现在我们就把这辆车开到马路上面去体验一下，马路架起来是怎样的嘞？然后在马路上又有什么样的 safety features 呢 ？Let's go。OK， 现在我们就来上路试驾马路啊。我们试看马路这种大块头啊，在马路上面开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啊？这种车呢，在马路上行驶啊，其实有很多人是不敢驾的，因为它太大辆了。那么大台的一辆车啊，它的总长度啊是长过7系列，所以讲你驾这辆车，它又高又大又长，对于很多人来讲就很难驾，很没有安全感啊。不过这一次Isuzu呢，它真的很够力。这台车不只有 AEB 自动防撞功能啊，自动前方预警功能，自动跟车功能，还有一个非常顶超的就是它可以 detect 到行人啊。如果有行人在你行驶的途中闯过马路啊，这一台车它是可以 detect 行人，就是那个人形，而不是只会 detect 车辆或者大样的东西，来做到一个自动刹停功能。这一点我是觉得真的对于这种大块头的车型来讲真的很重要 ，very good job。那前方的防撞预警还有自动刹停有了，后方有没有呢？没有错，这台车也具备了 RCTA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所以如果这种车很大辆很长嘛，你要 reverse 从 parking 出来的话，看不到后面的车，突然间后面冒出一台车来的话，那个 RCTA 就会自动介入帮你刹车啊，这一点也是 very good job。当然这一台车它还有一个辅助功能哦，真的 very good job 的就是它有这个盲点侦测警示灯在左右两边的这个 side mirror 上面。所以 Isuzu 啊，这一次它着重于的不仅是它优越的这个越野性能，还有它的油耗表现啊，很省油这一台车，还有就是这些安全系数的东西啊，都给它拉满分。所以我觉得如果要买一台这种 4x4 pickup truck， 你要兼具可以家庭使用，你要兼具可以用来载一些工业上的东西、工作使用，那么你又要它够安全的话，我觉得目前在马来西亚有那么多款 4x4 里面，这些 spec 给到最足，这个面啊最大碗，里面料又最多的，应该就只剩下 Isuzu 这一台 D-Max 了。所以你问我喜欢这台车吗？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我对于它的整个外观、它的 interior 的表现，个人真的很满意，我觉得很帅。那再来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 features 啊，它也把分数都拉满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我买一台 4x4 pickup truck，Isuzu D-Max 将会是我的首选车款啦。OK， 今天的这一部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啊！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